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大家比去年更容易感觉到老百姓手里没钱。那么房地产获得暴利的时代结束了。其实在中国人心目中，房子始终不仅仅是住的，跟它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的是户籍，甚至孩子的学区，那么自己的门面，加上小区里的邻居们，这是你最强的人脉。你的社会地位有很多时候，它跟你的房子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未来你的社会评分，你的信用，太多的东西捆绑在房子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城市这2年陆续放开了落户的限制，但是人口不能自由迁徙，这是一条硬杠杠，它在约束着人们，还在进行着引导、调整。它口口声声更多的是为你服务，但是你内心是知道的，他要控制你，他甚至你要控制你怎么花钱。中国的未来，房地产一直是人们心底的一个痛。许多人原本认为我已经在1线城市有了一个落脚之处，就如同2战初期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是最后一个沦陷的，因为一旦中国发生问题，考虑到国际上的脸面，考虑到影响，甚至考虑到在这个政权架构中，大城市都是共军必保的，所以自认为自己还很安全。但是从2017年开始驱逐低端人口，大家知道了，原来你认为的其实并不安全，要他认为你安全，你才能比别人多一点喘息的机会。转眼2年下来了，中美之间的问题闹到今天这一步，大家都应该知道，整个中国在跟世界脱钩，而且共军自己也做好了脱钩的准备，甚至在许多方面他们已经动手开始切割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你还认为有什么是安全的吗？你最大的财产基本上都压在房子上。中国除了个位数的人口比例，绝大多数人除掉房子几乎是一贫如洗。依据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你甚至连买房都是一种奢望。因为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大家都不是外宾，只要你在中国生活，或者曾经生活过很久，你就应该知道中国的现在是什么样。中国的房地产已经畸形到捆绑了整个国家的财政支柱，无论是地方政权
还是中央政权，都在靠这个活的。共军是不敢轻易的让他们崩盘，而且元旦之后，农村的土地也开始进入流转。你认为还能搏一把，还有让你撤退的空间。真的要是走不了的话，你也比别人能够有更多的闪转腾挪的机会，因为你有房子。其实很快你就会感觉到懊悔了，你没有在最好的时刻卖掉房子。中国的房地产一直说要降价，喊了20年了吧，不要带着高房价进入21世纪。但是你在进入这个世纪之前买的房子，在大多数城市你都翻了很多倍。即便不算房改，属于那种在21世纪之前，在新世纪来临之前交了钱，哪怕隔个1-2年才拿到房的人，有些人的房子翻了几十倍。我99年交钱10万块钱买的房，2002年又交了1万多，因为它有智能的应答门铃，装了防盗门，加上一些公摊的费用，那么整体也就不到12万。2019年的2月份卖出去的时候是400多一点，400万多一点，30倍，这么高的利润，很多人都认为赚了。那如果说以前的房改房呢，1万多买下来了呢，差不多你也可以卖到几百万。很多人并没有在大家提醒他的时候去卖房，都认为多一套房子就多一套保障。现在知道了，想卖卖不掉了，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主要的城市，包括北京，出租房在降价，想卖你得给他打85折，这还是非常好出手的地段。更多的城市最终可能要有价无市，包括按照新的政策，有许多你原来花的钱都变成冤枉钱了。因为这个政府它不断的在调整政策，你以前在小区买的停车位，现在好像就变得不合法了。他会把这些停车位重新架构一下，告诉你这是归全体业主的，或者这是国家的，无权买卖，你有使用权。那么你原先交的钱呢，怎么处理呢？很难。你即便只有一套房子你在住着，迎接你的极有可能是房地产税。在这一点上它又要跟国际惯例接轨了。那未来你会多一遍税收。你说房子我只有70年产权，是吧？地是国家的，凭什么让我交房地产税啊？凭他手里有枪，对不对？他可以随意的制定法律。
你可能不习惯，你认为这太没有天理了，但是你只能憋着。因为你无法跟一个拿着枪的从井冈山下来的土匪以及他们的后代讲理，现实就这么简单。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你只有70年的使用权，他告诉你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深圳、温州、青岛，越来越多的城市，第一批商品房有一些已经到了70年，有办法处理呀，不是没办法处理呀，对不对？差不多你还得交房价的1/3，然后给你再续70年。你说你很不服气，我要讲理。其实政策就是共军自己制定的，你跟谁讲理啊？到海牙法庭去告他们吗？你说我要走，有多少人卖不掉自己的房子，捂着脸羞答答的走了，写个委托，委托给自己的亲属、朋友、律师、中介，让他们去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发生了。其实他不怕你走，他无所谓你走。中国不在乎出去多少人，你出去2个亿对他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你能往哪走呢？这部分国家都不欢迎你，很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本来就很少，它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你放出去2个亿，那还叫国家吗？那就变成中国的一个省了，对不对？其实共军怕你带钱出去，你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变卖你所有的资产，最终这些人民币交易都会有人帮助你换成外汇，这是他最怕的事情。所以房地产的交易不会有太久了，迟早有一天房子会变得有价无市，大家也不必再恐慌了。到那个时刻，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尴尬，每一个人都处于想跑而脱身不得的环境中。你至少能说服自己，你在这场博弈中，在这场搏傻游戏中，你不是最傻的那一个。我知道有太多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解不开，始终还在纠缠。其实如果你能放下这一切，就当做个善事儿，给自己的亲友留下一个念想，不要老盯着这套房子，你可能早就选择更美好的人生了。你凭什么认为你到任何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带着大把的钱呢？当你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你走到哪儿你都会慌。你说我不走了，我要造反，你要买枪吗？你还得买房，除了房里面有像样的资产。所以我们被房子捆得太久了，已经忘记我们应该做什么了。我总是在建议朋友们，
如果真的它影响到你做你认为相对比较理智的决定，其实你不妨换一个思路，把你的这个财产其实也是负担，交给亲朋好友处理吧，律师也可以啊。你有很多选择，不要老在一棵树上吊死。其实你为你今天的选择，今后一定会感觉到骄傲。能下这个决心的人，才有可能像张爱玲一样的幸运，在共军关门之前寻找自己的未来，不要拴在这个树上吊死，再拖下去真的就与国同休了。祝大家好运，再见。